师父说过，在这个世道，活人作恶，死者华煞。生人离世之际，若是一口怨气咽不下，就会沦为失血的怪物。没想到今天让我撞上。爹睁眼了！拼了！镇尸符，镇！镇住了。这尸变也没师傅说的那么可怕嘛！我就算不修道，拿着师傅的法器也足以自保，还不用经历修行路上的3灾9难10劫，不用担心那天突然就身死道消。我果然是个天才！天雷勾动地煞，安魂灯阵竟被逆转成了聚煞凶阵，形成了小型鬼域。有人在借我做法超度的契机养煞炼尸，要想达成这个条件，死者生前心中必定怨怒极重，含恨难平。你爹根本就不是病死的，而是横死于血肉至亲之手，是你害了你爹！不是我只是想拿钱去赌2把而已，是他先打我的，我只是推了他一下，磕到了桌角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完了，我还没正式入门修炼，自身没法调动天地灵气注入法器之中，这剑发挥不出真正威力。老头子，帮忙啊！小子，你不愿吃修行的苦，连个吊着一口怨气强行乍起的行尸都对付不了，今后拿什么在这遍地邪祟的世道活下去？宵小鼠辈，敢在我面前藏头露骨！牛鼻子，你敢多管闲事！他日我真身驾临，定要你破门灭宗！哼！老道等着你上门灭我道统。炼尸蛊，你竟然将这种邪蛊种在自己父亲体内，存心叫他死后也不得安宁吗？不是我，是有人跟我说，这样能让我爹活过来。我才这样做的。张雄，你们都听到了，这件事牵扯到了凡人，只能靠你们去查了。道长放心，进了我镇魔司的大门，保证让他把自己8辈祖宗偷看寡妇洗澡的事都原原本本吐出来，带他回去慢慢审问。如今这方世界大道不显，诸神沉寂，邪鬼入侵，世间人心滋生贪恶，远比妖魔邪祟更可怖100倍。你若想安身立命，便唯有踏上修行之路，别无选择。师父，你曾经说过，这个世上早已经没有长生仙了。修行者无论如何挣扎，苦苦修行，历经劫难，最后也都难逃身死道消。既然最终都难免化成一抔黄土，那我修行与否还有什么区别？小子，枉你也是修道之人，你以为修行者是什么凌驾于凡人之上的存在吗？我们只不过是一些苦苦挣扎的可怜虫罢了，想在这浑浊的世道勉强活出个人形。你说什么？强如上古天庭，据说有万仙来朝，365位正神全都号称与天地同寿，他们现在又哪儿去了？还不是都消失在了岁月中？我们踏上修行之路，只是不想像这些普通人一样，被只虫子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连垂死挣扎都显得那么可悲。牛鼻子，出来受死！
护城大阵启动，全军列阵，准备迎敌！区凡人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，今日便荡平这临江城，血食千里，叫尔等知道厉害！这妖物已经成了气候，护城大阵挡不住他。张雄，你立刻传讯向江南镇魔司总衙求援，然后去指挥御敌，我暂时挡住这家伙。道长放心，你专心应付那大妖，其他喽啰就交给张某。小子，保护好自己！大胆孽障，冥顽不灵！老道今日就让你魂飞魄散！牛鼻子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能救得了谁！荡平全城，大开血食！拼了！烈火符，去！你们没事？以血铸灵成功，封神榜开启。录名者李苍，隶属城隍司临江城隍九品阴神香薰灵、香火灵。亮节已至，凡封神榜上录名者，遇妖魔邪祟为祸，皆可诛杀，以功勋兑换天庭神藏。神藏内录有神通15144卷，库藏天材地宝365种，法器1703件。封神榜啊，那不是上古天庭敕封神器的至宝吗？不是说早就随着天庭的消失而不知所踪了吗？此印乃城隍司阴神执掌信物，持之可统辖一城山川地煞，显化城隍法相。城隍法相凝山川水泽煞气所成，显化时需以神道香火护持神魂，否则煞气入体极易摧毁根骨，慎之重之。我们战败了，天庭已经被攻破，上界诸神已经尽数战死。我们这些受过天庭敕封的阴神，很快也要消散了。这天地间很快就要没有神尊了，势必沦为妖魔横行的炼狱。可我一个即将死去的小小城隍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将这能沟通封神榜的城隍大印留下吧，希望后来者能凭借这枚城隍大印踏上封神之路。可是还会有后来者吗？传说中上古天庭册封的城隍都是古代战死的武将，这应该是上任城隍残留的记忆。从这记忆来看，上古天庭竟然是被外力攻破的。那么多天庭正神不是消失，而是全都战死了。难以想象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如今竟然根本没人知道。正好，拿你们记我的城隍大印。天地为鉴，临江为江，城隍持印，震御八方，煞气归虚，万邪俯首，敕令一出，山河听命。没有神道香火护持，强行催动城隍法相，接引煞气入体，须得承受刮骨之痛，甚至会摧毁根骨，身死魂灭。但我没得选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城隍法相，这不可能！天庭消失，神道衰落已近7000年，世间怎么可能还有城隍？自从神职不在世间显化后，那城隍庙香火早已断绝，就算有神力残留，也不可能复苏才对。除非神道开始复苏了，有新任城隍得了敕封，能够调动这临江城周围的山水煞气，守护城池。大胆孽障，聚拢精怪，肆意妄为，祸乱苍生。今日便除掉你这祸害！区城隍，就算真复苏了，又能怎样？本座还不放在眼里。
虽然强行召唤出了城隍法相，但我没有香火护出神魂，再这样被山水煞气侵蚀下去，身体和元神都会崩溃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援兵到了，肃清妖孽！蝼蚁胆敢伤我！不好，他要将这方圆百里化为妖域，一旦结界闭合，里面的所有生灵都会沦为他的养料，快一起出手！击败白眼魔君，得功勋40，阴神进阶。只是击败，没有诛灭。列属城隍司灵瞻城隍8品阴神，功勋40，香火0，天庭宝库开启。这是阴神类8品，正对应我的品级。看来这宝库本身也是通灵之物，能识别神灵的品级和空军，提供相应神通和法宝。上古天庭底蕴当真是可怕，也不知道当初天庭到底遭遇了什么对手，竟然能将所有仙神的存在抹除。那些敌人现在又去了哪儿？我如今被封为灵江城隍，会不会招致敌对？神通聚灵需要功勋12，消耗3点香火。以城隍印发出敕令，可将亡魂化为阴兵，敕封城隍子弟。城隍帐下设有阴间3司，内有文武判官、牛马将军、日夜游神等，供城隍驱策。原来是这样来的。可惜我这个刚刚上任的城隍，半点香火都没有。仅仅一项神通，就需要12点功勋，而且施展神通也需要香火。还是先不着急兑换，反正神藏就在这儿，等需要的时候再去也来得及。我的肉体和元神得到了大幅度的强化，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师父说过的洗精法髓。看来在没有香火护冲神魂的状态下，强行驾驭城隍法相，只要能扛住煞气侵蚀神魂和肉体的痛苦，成功活下来，就能达到洗炼肉体和元神的效果。你小子还真会躲，找城隍神罩着你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那城隍神的踪迹？小子，你没事吧？我当时正跟那瞎怪激斗，脱不得身，亲眼看到你小子为了救人被贯穿心脏，你小子受伤了。小子竟然打通了奇经八脉，汇聚了丹田气海，这可是6品高手的标志，多少修士终其一生只能仰望的境界。我苦练了整整20年，你一个从未修行的凡人怎么做到的？不怪他俩如此惊讶。贯通奇经八脉，汇聚丹田气海，这是所有修行体系的必经之路，意味着我只要踏上修行之路，无论修炼什么体系，6品之前不会遇到任何瓶颈。师父，张大人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摔到这里之后就迷迷糊糊的，恍惚之间感到好像有人救了我，还听到了战场厮杀的兵歌声。兵歌声？难道真的是城隍神显圣，以通天手段为你重塑了筋骨？对我的幻神术没有任何反应，这城隍像只是一尊石胎而已。上古的城隍早就已经陨落了，当然不会回应你。现在的城隍是你徒弟，你小子也算是因祸得福，不仅拥有了不俗的修行资质，还免了数载苦修的艰难。无论那城隍神是何来历，
倒是让老道省了不少帮你筑基的丹药。是吗？我看未必。这副筋骨是个高频武夫的好苗子，修道的话多少有点浪费。我镇魔司的炼体功法，放眼天下可都是排得上号的。小子，愿不愿意来我镇魔司江南总衙做事？顾恒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老道我一手拉扯大的徒弟，跟你去走武夫的路子，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放？没有跟你抢徒弟的意思，镇魔司只论功劳大小，不计就出身。你这徒弟入了镇魔司，也可以继续修道。毕竟有些花里胡哨的手段，只有你们道门才会。而且这天地之间越来越乱了，我们这些修行之人，也该为这世道清明尽一份力。哪怕是你本人，也在跟镇魔司合作，不是吗？这倒是不错。我辈修道者，无论修为是高是低，还是该心怀善念。更何况镇魔司里有些传承，就连老道我也觉得眼馋呢。小子，顾指挥使可是镇魔司说一不二的大人物，他的邀请也算是够分量了。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吧。多谢顾指挥使看重，但我只是一介山野道人，并不想离开临江城。无妨，就算不跟我去总衙，留在这临江城内，跟着张雄做事也是一样的。你若愿意，随时拿着这腰牌来镇魔司找我。师父，两位大人，不知道那大妖最后如何了？那妖物肉身虽然被灭，但元神却趁机遁入了临江，假以时日，必定卷土重来。而且我能感觉到他在跟我们交手时隐藏了实力，很可能是在借我们的手渡生死劫，妄想脱去妖身，走江化龙。这临江水系流经江南7省81州，万一那妖物伤势恢复后决意报复，不知有多少百姓要遭殃。我会传令整个江南镇魔司派出人马沿江搜寻，务必要找出那妖物踪迹。必要时，我会请师尊亲自出手，诛灭此妖。师尊，镇魔司师尊统下南北镇魔司，是我们大前，也可能是当世唯一的2品武珠。师尊，临江城出现了大妖攻城的事件，我跟玄疯子联手，也只击溃了对方的肉身，却没能留下元神。玄疯子判断对方是在借我们的手渡杀劫，脱去妖身，要走江化龙。道门4品真修的判断应该错不了，能在2个4品的手里遁走元神，对方多半已经是3品走将境成气候了。不止2个4品，当时战场上还有城隍法相出现，展现的实力也不弱于4品，疑似神道复苏。我知道了，看来临江中出了我们不知道的情况，你立刻调集水军，封锁临江入海口，我马上就到。城隍法相，神道吗？有意思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镇魔司的人了。我镇魔司衙门遍及大前2京13省，专司缉捕除妖之事。这是镇魔司司尊亲自撰写的炼体入门功法，你可以自己私下研习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。按老头子的说法，用他传我的道门灵光法锤炼内气，同时用镇魔司的功法打磨体魄，兼修道门和武夫的路子。一开始可能会很难，但修行到高品境界，渡3灾的时候，或许能多一些把握。多谢张镇守使。自家兄弟不必客气，叫我一声头也就是了。按理说你刚加入，应该有人带你熟悉一下镇魔司的办案流程。正好这里有件案子，你跟我一起走一趟吧。不小心，这具尸体似乎有些异常，看久了会让人觉得心烦意乱，气血翻涌。还有什么其他发现吗？这人名叫范方，是个屡试不细的秀才，虽然常发几句牢骚，但为人却还算和善，从不与人结怨。平日里来往的也都是些落魄书生，而且现场门窗紧闭，并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。那些字不对劲，根本就不是我大前官方文字，倒有些类似道门的密咒符文，你看看能认识吗？这是铭文，我在典籍上见到过，传说是上古阴阶的文字，通常用来跟幽冥界的一些强大阴灵沟通。随着天庭销声匿迹，地府阴司也早已经崩溃，这东西近几千年已经完全失效了才对。怎么，上面写的东西很惊人吗？字看起来很多，实际上就4个字在不断重复。我中举了。这是临终之际的执念吗？
你懂招魂术吗？试试招来范方的魂魄，看能不能问出什么。向民间祭祀，得香火石。相传上古年间，诸神互有社稷，可向天子、诸侯、士庶3等祭祀。应该是那天城隍法相的出现，让临江百姓感觉到受了庇护，有人自发前来祭拜，可以一试。但犯人魂魄最怕冲撞，现场这么多炼体武夫，血气和杀气太盛，恐怕刚把魂魄招来就会被震散。所有人退出半里之外，未得召唤，不得靠近。这是紧急传讯的预检，若有变故就喊一声，我瞬息就至。之前击败白眼魔尊获得的功勋还没有用，现在有了香火，倒是刚好可以传承一门神通试试。消耗功勋，传承神通，通幽。消耗3点香火，能在1炷香之内通幽冥之事，沟通鬼神，出入幽冥世界。叫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等我考到举人，一定要将你们踩在脚下！谁？大兄，是我，你开门，我有点事和你说。原来是岑兄，我这就开门。岑兄，什么东西？难道是我看书太用功？出现幻觉了？是谁？谁在院子里念书？岑兄，你什么时候偷偷溜进来的？岑兄，你想干什么？范兄，你看看我新写的这篇文章，我亲自写一遍给你看吧。好重的邪气！这些碎纸上的暗红色斑块，带有极强的污染性，绝不能碰。跟范方身上一模一样的铭文，又一个考科举考疯的。不好，头，快推开！推，快推出去！大胆孽障，竟敢惊扰城隍法驾！消耗功勋12，兑换神通丹山，消耗3点香火，可在1炷香之内获得丹山之力。对我了。头好像栽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头还残留着一丝自我意识，未必没救。刚才斩向我那一刀，像是要趁机助我脱离险境。可惜我们表面上还处于书房内，实际已经被拉入了这邪祟力量构成的鬼域，凭蛮力根本走不出去。这是一个陷阱，从走入这里的那刻起，我们就被算计了。剩下的香火不多了，丹山之力的维持时间有限，必须想办法引出这邪祟的本体，一击必杀。以血为墨，好，那就赌一把。你也想看看我的文章吗？妖孽，伏诛！这家伙果然只是个受到操控的鬼奴，真正的邪鬼本体是这支杀人的笔才对。头只是昏迷，邪气已散，你们先带头回去，我留在这里收海。巍巍星渊，灿灿文光，为掌天权，主宰功名。为神英爽，司命文章，驱除法曲星君血液所含邪气。正本清源，得功勋27。这是上古天庭星宿正神文曲星君的血，一滴真正的神灵血液。被敕封为临江城隍后，虽然身处临江城地域范围内，
我能凭借周围的山水地煞施展城隍法相，发挥出超越自身品阶的强大力量。但是只要离开这临江城，区八品阴神却根本不够看。文举仙君的这滴血液，或许能让我的城隍神位发生蜕变，尝试挣脱地狱对神职的束缚，在封神之路上走得更远。血会神碎，印纳仙星，龙从云起，五界风声，以文曲星君本源之血洗炼神灵根骨，可化天星之力为己用，强化城隍法相。城隍法相的2种力量，一是山水地煞文曲神血石洗炼之后，又多了一丝星辰之力。如果有一座城能以四海为池、5岳为基，上应天星，包居宇内，囊括6合，将天地众生都涵盖在内，那镇守这座城的城隍会是什么境界？或许现在只是个模糊的概念，但至少值得尝试。我中举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文章是写给天下人看的，不是用来困死自己的。下辈子别这么轴了。我死了。大人，真的还有下辈子吗？自从上古地府阴司体系崩溃之后，世间阴魂只能在山川水泽等阴气浓郁之地聚集，浑浑噩噩地等待转生。可是像范方这样被邪祟榨干了精气的虚弱魂魄，恐怕一阵清风就能将它吹散，根本等不到转生那天。罢了，既然你为我所救，也算是一场缘分。天命昭彰，城隍敕令，文司判官，魂体不测法断阴阳，谨遵天规，履职不枉。阴司文判小吏见过城隍。今后你就待在城隍庙中，香客祭祀所求之事，务必一一记录，不得有误。领命，大人。终于把卷宗录完了，头儿，我可以下职了吧？还想回去修炼呢。先别急着走，今晚我请客，一起去桂花楼喝2盅去。这次要不是你小子，我可就真栽在那鬼东西手里了。头儿，救命之恩，一顿酒席就把我打发了，得加钱啊！你小子，别忘了我可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小心我给你穿小鞋。张大人，救命！有脏东西要害我！宋家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起来慢慢说。这镇魔司衙门，什么脏东西都进不来。脸，有一张脸，每天晚上都在看着我。醒过来，快醒过来！夫君，又做噩梦了。我不是在做梦，方才真的有一张脸在看着我们，你要我怎么说才肯相信我？可我为什么没感觉？咱这宅子就在镇魔司边上挨着，门外也有护卫彻夜把守，就算是妖魔，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潜入吧？夫君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，得了癔症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人，那张脸根本不是人，一定是某些脏东西。明天我就去镇魔司请人来彻查。宋家主，请问这噩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概从半月前开始，我每次睡觉都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有一张看不清模样的脸在看着我，细声低语。我每次都想醒，却怎么都醒不来。我知道那不是幻觉。张大人、李大人，你们能相信我吗？有些东西常人的确是无法看到或者感知到的，还请宋家主放心，我们镇魔司一定会将这件事查个清楚。大人，有您这句话就够了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你怎么看？听宋家主的说法，像是冤孽缠身，目标还没有开始害人，应该在可控范围内。不过具体还是得去现场看一下。我带一队人马跟你一起去。头儿，还是我一个人先去看看吧。你带着兄弟们守在宋府外面，等着支援我就好。如果只是一个区怨灵，我顺手也就处理了。若有什么突发状况，你在外面也能快速策应。也好。若有什么不对劲，就用通讯玉牌喊一声。宋家主，不要动，我先在你眉心贴一张驱邪符。如果你真被脏东西骚扰，身上必有邪气残留。好，我都听大人的。果然，宋家主是被邪祟缠住了。大人，我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，接下来怎么做？那邪灵并没有附在你的身上，今晚撤走所有护卫和你夫人，你一个人睡，需要等他出现，我才能动手。
忍一下，有镇魔司大人在外面，忍过今晚就行了。伤了人就想跑，也不问问本官答应了吗？连品阶都没入的区区游魂，也敢在我面前逞凶，找死！灵清酒邪，去！我的鬼奴竟然死了！没想到这小小临江城的镇魔司内，除了那帮炼体武夫，竟然还有通晓方术的高手，有点意思。是吗？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。镇魔司的嗅觉倒是灵敏，能顺着鬼奴的气息摸到这里。不过，就凭你们这群莽夫，也想留下贫道？一个见不得光的邪修，也敢在我大前镇魔司面前嘤嘤狂吠！张某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没有你的嘴硬。大言不惭，尝尝贫道的幽冥噬骨杖！雕虫小技，给我破！能将气血化为雷霆，你已经接近五品武夫境界。想走？上面可还有人等着你呢！消耗香火3点，施展神通，丹山，滚下去！说，是谁指使你用怨灵暗害宋家主的？你们到底在谋划什么阴谋？什么都查不到的，伟大的法相即将降临，临江城很快就会变成人间炼狱。装神弄鬼！你若不说，镇魔司有的是手段让你开口。贫道就算灰飞烟灭，也绝不会吐露半个字。是吗？消耗功勋12点，兑换神通摄魂，消耗3点香火，可强行抽取生灵魂魄，洞悉其内心一切秘密。摄魂，夺魄。宋胡的生辰八字极阴，正是绝佳的祭品。你用鬼奴日夜吸食他的精气，待他精神崩溃之时，便将他的生魂引来。小人一定办妥。只是这临江城刚刚遭到妖魔围城，镇魔司盯得很紧。无妨，只要集齐99道极阴生魂，我众法司的护法大阵便可逆转。届时，整个临江城都将成为我佛的香火道场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查到了，是城外的众法司，他们在暗中收集极阴生魂，妄图逆转阵法，将整个临江城变成他们的祭祀道场。宋家主只是他们的目标之一。众法司竟然敢干出这种勾当！传我命令，立刻集结所有精锐，带上破甲重弩，随我前往众法司。遵命。捉拿妖僧，攻破众法司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总是心神不宁。或许我应该去找师父问一下，他或许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师父，你睡了吗？什么事？师父，我想问一下守石师兄他们去哪里了？拜见师父。守石他们近些日子在静心苦修，企图领悟佛法真意。你随我来吧。守石师兄，师父，师兄这是？你自己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守石师兄。天下皆佛的世界马上就要降临了，所有信徒都沦为我佛的养料吧！
不对劲，我们已经走了半个时辰，按理说早就应该看到山门了，可这台阶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。是迷阵，有东西在暗中作祟，把我们困在了原地。好痛！有什么东西钻进来了！什么东西藏头露尾？猴儿，你看周围，这么多邪魅。虽说山林之间乃阴气熔重之地，但也不可能聚集这么多邪魅。这些东西更像是被人用阵法困在这里的。山上一定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必须赶过去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消耗功勋12点，兑换神通破妄法眼，消耗3点香火，可在1炷香时间内勘破一切虚妄，直视本源。头，跟紧我！弟兄们，随我来！破妄法眼，去邪符！去！周围这雾气不对劲，把这张符带在身上，能够隔绝鬼物的侵蚀。没想到这些和尚偷偷摸摸的搞出这么多事情，你有办法破这鬼物吗？这鬼物都是从那里面涌出来的，我找机会冲进去，外面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好，列阵！城隍神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你能看穿我的身份？阿弥陀佛！众法寺就坐落于临江城外，阁下日前抽调山水煞气，凝聚那城隍法相对抗白眼魔君。哼，老衲自然有所察觉。既然知道我是临江城隍，还敢在山上搞这么大的动静，看来是有恃无恐了。就算敕封了新的城隍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上古天庭的一抹残灰罢了。这世间早就成了邪魅的猎场，如今新的大劫即将降临，我们佛门若不早做打算，如何能在接下来的大劫中存活？所以你去收集极阴生魂来填你的阵法，用枉死的枯骨冤魂来浇筑你这座腐朽的山门，这就是你们佛门修的慈悲。众生皆苦，能化作我佛的养料，助我佛重塑金身，对抗真正的劫难，那是他们的无上造化。满嘴仁义道德，不过是掩饰你内心的贪婪与恐惧。你怕灰飞烟灭，怕大劫降临，所以甘愿堕落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今日本官就替天行道，除掉你这妖孽。区区城隍，微末小神，当真以为自己能代表天道意志？就连上古天庭正神也不敢在我佛面前如此猖狂。小小城隍，就跟着临江城一起化作地狱的尘埃吧！好大的蛮力，硬拼不是办法，必须找到他的破绽。阵眼原来藏在那里。消耗功勋12点，兑换神通定身术，消耗香火3点，可强行禁锢目标躯体与神魂。城隍敕令，画地为牢。定。这是什么法术？你定身术困不住这大家伙太久，
只有一息的时间，把吃下去的生魂全都吐出来吧！诛灭鬼佛，得功勋80，城隍司阴神进阶。7品阴神，诛灭这鬼佛所得的功勋，竟比白眼魔君还多。这舍利子中竟然自成一方世界，传说佛门有一花一叶一世界的修行法门，难道并不是空穴来风？上古天庭崩溃，诸神消失之后，所有的修行体系都受到了影响，不仅修道者难得长生，地府阴间不再存在，佛与菩萨也从此不在世间显化。可那普能和尚竟然能认出我的城隍身份，难道说上古天庭崩溃的时候，传说中的佛跟菩萨并没有陨落，而是用跟这舍利子类似的手段隐藏了起来？这舍利子中的魂体受到鬼佛邪气侵蚀太深，只剩下浑浑噩噩的本能，已经失去了转世轮回的机会。若放任不管，迟早会魂飞魄散。传说上古城隍不仅要辞职守护城池，驱魔逐怪，同时还是阴司之神，执掌阴间。既然这世上已经没有了阴间，我这个新任城隍，是不是能以这枚舍利子为根基，用上古神灵开辟洞天福地的大神通，开辟出一方属于自己的阴间？消耗功勋50点，兑换神道大神通洞天福地；消耗香火81点，以无上法力重塑乾坤，可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洞天福地。虚空拓境，法道开疆，以我神元安魂渡魄，指令一出，再造阴阳。城隍敕令，山川煞气皆为我用。我今持剑，以城隍之名，开辟此方阴间。四尔等安息之所。阴寺出力，得一方阴间雏形。自此可吸纳世间游魂，壮大幽冥，亦可将临江山水煞气处于此界，无视地狱疆界，随时显化城隍法相。终于不再受临江城的地域限制了。有了识海中的这方阴间作为中转，就算身在千万里之外，我也能随时调动山水杀气，施展城隍法相。好浓郁的煞气！这群和尚到底在搞什么？这众法寺住持妄图用极阴石出生之人的魂力度化自己成佛，可惜功亏一篑，已经被我诛灭。头儿，外面的情况如何？在对抗鬼物的时候又折了2个兄弟。鬼物散去后，我带着弟兄们把种法寺里里外外搜了3遍，全寺上下没有一个活物，只剩下了被抽干精血和魂魄的枯骨和人皮。头儿，这普能妖僧实力极强，绝不是无名之辈。他们收集生魂的手段极其隐秘，若不是宋家主那件事偶然败露，我们根本察觉不到。而且，之前王家那件事你还记得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的手段几乎一模一样，都在收集不甘枉死的阴魂。我怀疑，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人或者势力，一直在暗中收集生魂和精血，他们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更大，甚至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引导4品之上的妖魔为他们所用。可惜那王家老大死在了妖魔攻城战中，这众法寺又连个活口都没留下。线索到这里全断了。好恐怖的气血波动，简直像是一座正在喷发的活火山。这股威压，难道是……
本座不过是去东海除了个小妖，这临江城怎么就被人搞得乌烟瘴气的？临江城镇守使张雄拜见司尊大人。这就是镇魔司司尊，大前唯一的2品武夫，当真恐怖如斯。这么说，你判定在这普悟和尚背后还隐藏着一股势力？禀报司尊，城中之前就发生过与众法寺类似的养魂案件，直下判断，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大劫将至，这些魑魅魍魉倒是都冒出来了。这件事本座会派人调查的。此番前来江南，顺道去了一趟东海入海口，那头从临江城逃遁的百足蜈蚣，倒是机缘不浅。百足蜈蚣，司尊，那孽障难道？玄疯子的判断没错，那家伙借着我们的手渡过了杀劫，脱去蜈蚣本相，躲在临江入海口一处隐秘的水府之中，借着临江水运，竟已向着蛟龙开始蜕变，半截身子都长出了逆鳞。3品走江境界的大妖，一旦让他走江成功，进入龙属行列，哪怕只是最低等的蛟龙，如今这个世上也没人能够治他。可惜长了鳞片也依旧是条长虫，本座一枪挑了他的水府，将其元神连同那半具龙螭彻底焚成了飞灰。司尊神威，替江南7省除此心腹大患。你跟你的上司顾恒一样，根本就不会恭维人，只会老掉牙的这么几句。你就是那个在妖魔围城时，让城隍神以逆天手段打通奇经8脉，汇聚丹田气海，最后被顾恒破格收入镇魔司的小道士。是，卑职李苍，见过司尊。好恐怖的速度，连残影都无法捕捉。不好，他在探查我的修为，不知道这2品武夫有什么手段，但是绝不能让他发现城隍神印的秘密。你练了玄疯子的灵光气，加上我镇魔司初级炼体功法，道门9品炼气者加9品武夫兼修，倒是有些不凡。自古以来，修真者皆专攻一道，否则体内2种力量互相冲突，反而很难有所成就。你得益于城隍神的馈赠，身兼2家之长，却能将这2种截然不同的力量融合得如此纯粹，没有丝毫排斥。虽说目前品阶低微，倒也十分罕见。司尊明鉴，李苍这小子不仅天赋异禀，而且心思缜密。加入镇魔司时间虽短，却已经屡建奇功，还救过卑职一命。临江城这方池塘太小，养不出真正的蛟龙。李苍，你可愿随本座前往京城，加入镇魔司总衙？到了总衙，大前王朝最顶级的道门典籍与炼体秘术，皆可任你挑选。本座保你3年之内踏入4品，可与南北指挥使共练。多谢司尊厚爱，卑职受宠若惊。只是卑职散漫惯了，若是去了规矩森严的总衙，恐怕反倒会荒废了修行。卑职觉得留在这临江城镇魔司，跟着张大人斩妖除魔，同样能为大前尽一份力。也罢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本座从不强求。不过我镇魔司向来赏罚分明，既然张雄在本座面前说了你屡建奇功，本座若是不赏，倒显得吝啬了。接着，这女人还真是小心眼。这是那头百足蜈蚣化龙时刚刚凝结而成的龙元，虽未彻底蜕变，但它毕竟达到了半龙之境，其中所蕴含的精元，对修士来说也是一笔不俗的宝藏。你小子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去总衙多好的机会，你居然给拒了！这般庞大而纯粹的精元，我若全部炼化，纵使是道门和武夫的路子兼修，也足以双双突破至6品境界了。经过这龙元洗炼之后，我已经同时突破道门和武夫的6品境界，可以修炼道门法术和武夫斗技了。老头子离去前留下的这重明剑法和符箓总纲，如今终于可以修炼了。今后就算不施展城隍法相，咱也是响当当的高手了。
你小子突破6品境界了。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只不过刚踏上修炼之路几天而已，属实有些拖后腿了。你小子，信不信我揍你？冒犯了啊，头儿。区区6品武夫，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弱鸡。不说这些了，头儿，这么急过来有什么事？出事了，城里又发生了命案。嘿嘿，今天顺来的这些银子，够我去酒馆快活几天了。还得感谢这药君庙啊！自从他们出名以后，每天求药的人那是乌泱乌泱的，聚集的人越多，越方便爷们下手。这身段，半夜3更的。我刚刚没看错呀，明明有个女人走进来才对。真邪门儿，明天得去药君庙搞点膏药贴一下。是你！死者叫宁老三，是个无赖。昨晚附近发生盗窃案，在他身上搜出了失窃财物，看来对方不是图财。我来试试。不是邪灵作案，切口平滑，是利器所致。对方用极其锋利的利器割开胸膛，然后把血肉内脏都吃了。和尚，你不能进去，这里是案发现场。和尚，站那儿！我现在对你们这些秃头可没半分好感。莫要不识好歹，洒家是来帮你破案的。哼，果然是那阴蛇教的人在作祟。阴蛇教，听起来可不像什么善类。阴蛇教宣称他们信奉什么大阴蛇母，最喜欢血腥的祭祀。所以这个教派的人通常会先让人陷入恐怖绝望之中，然后将人的血液吸食干净，献祭给大阴蛇母，以此来获得力量。他临死前确实处于极度害怕、恐惧的状态下。和尚，你为什么这么清楚？洒家法号智空，乃是龙象寺弟子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追踪着一位阴蛇教弟子，今日正好路过此地，听闻有命案发生，特意过来查看。现在一看，果然没错。终于让我逮到了。阴蛇教、龙象寺，还有之前的种法寺，大前王朝广阔无垠。看来除了道门和镇魔司，这世上还有许多隐藏的修炼者势力。和尚，那你有没有办法抓住那阴蛇教的人？洒家自然有办法，不过洒家现在饿了，没有力气说话。舒坦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幸好不用我买单，要不然真被这智空和尚给吃穷。你这和尚一点都不守清规戒律。嘿嘿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我喝酒吃肉那都是表象，实际上我是在修炼。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那你穿完了，总该说说怎么对付那阴蛇教的人了。那阴蛇教弟子名叫黄曼蛇，大半月前在丰兴郡连续制造了多起恐怖血案，当时洒家正好路过，暗中埋伏与他激斗一场。他受了我一记当头棒，受伤不轻，逃遁至此。估计还要多吸收几个人的血液才能恢复。今晚他必定会再次出来作案。可临江城这么大，我们不可能到处设下埋伏，所以就需要有人去做诱饵，将那黄曼蛇引出来。为什么是我？常人去当诱饵，危险性太强。黄曼蛇认识我，我当诱饵反而会将对方惊走。道长细皮嫩肉的，黄曼蛇看见你，绝对就走不动道了。那我今晚就牺牲一下色相吧，我也想见识一下这阴蛇教到底是什么路数。哈哈，洒家果然没有看错人。算了算了，喝酒误事，今天就先喝到这里吧。公子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怎么睡在这里？
我本是外地过来投奔亲戚的，没想到亲戚已经搬走了，盘缠用尽，所以只能在这里将就一下。原来如此，真是个可怜的读书人。我家倒是还有一个空房间，公子如果不嫌弃，可以去我家借宿一晚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多谢小姐收留。那公子随我来吧。小姐，你家就住在这附近，这地方也太黑了。当然，莫非公子嫌弃奴家不成？不，我不去了，多谢你的好意，我还是睡大街吧。公子，你为什么要走呢？你怎么会睡在这里？你刚才明明在我身后啊！公子看错了吧？我一直都在你前面呀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当然是人。公子，你这样害怕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没事的，一点都不疼。把你的精血全都奉献给圣教吧！哼哼，装神弄鬼的妖孽！该死！你敢算计我！赤狐报！你到底是谁？大前镇魔司李苍。李苍兄弟，大家来也！时空和尚，贫僧渡你归西。伟大的大阴蛇母，请赐予信徒撕碎一切的力量。好恶毒的瘴气！六品邪修献祭自身换来的狂暴状态，既然普通的符箓对付不了你，那就试试神道的力量。消耗功勋30点，兑换神通神霄雷法初阶。消耗香火5点，以城隍神印为引，代天行法，诛邪灭祟。九天应元，无上玉清，城隍敕令，神雷诛邪。妖孽，伏诛！乖乖，李施主，你这雷法比洒家的棍子还霸道啊！智空大师过誉了，不过是些压箱底的保命手段罢了。已经解决了，你们俩没事吧？哈哈，有李施主的雷法斗底，能有什么事儿？黄曼蛇一除，洒家就先走一步了。这家伙跑得倒快。头儿，这黄曼蛇在阴蛇教中恐怕只能算个外围弟子，他临死前献祭召唤的力量绝不简单。连这种能化身妖蟒的6品怪物都只是外围，那这阴蛇教的真正核心，到底隐藏着多大的图谋？李施主，这碗酒洒家敬你。要不是你那手霸道的雷法，那化身妖蟒的黄蛇也没这么容易被诛灭。说起来，黄曼蛇一死，和尚你就不怕阴蛇教的人顺藤摸瓜找过来？哈哈，李道长多虑了，这黄曼蛇在教内不过是个边缘角色，阴蛇教根本不会为了他大动干戈。何况这大前王朝还有你们镇魔司镇压，这帮见不得光的邪教根本不敢明目张胆的冒头。不过，近些日子这帮邪教妖人的活动确实频繁了许多，像是在暗中筹谋着什么大动作。具体缘故，洒家也摸不透。活动频繁，头儿也说过，他当了10几年差，极少遇见诡异案件，可最近却层出不穷，这绝不是巧合。董叔，在家吗？李道长又来给老董送药了，你别敲了。老董夫妇今天一早就带着他们家那病恹恹的儿子回乡下去了。回乡下了？对呀，他们夫妇说乡下山清水秀，方便调理身子。董叔的儿子先天气血不足，去乡下养着倒也不错。既然回乡下了，这些名贵药材干脆送给老白，他那把老骨头也该补补了。多谢告知。老白，顺路给你带了点补药，下次找你买黄纸朱砂的时候，
记得给我算便宜点。你小子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行，下次给你打9折。对了，老董去找你没有？董叔，他没找我呀。昨天夜里，他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，买了一大批香烛纸钱。我当时看他脸色惨白，神情不对，就多嘴问了一句，原来是他的儿去世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刚从老董家门外过来，邻居亲口说，老董夫妇带着儿子回乡下休养了。胡说八道！我认识老董大半辈子了，他绝不可能拿自己骨肉的命开玩笑。而且他那悲痛欲绝的模样，绝对做不了假。他本来想找你做法事超度，没寻见你人，这才匆匆回了家。昨天夜里，正好城里发生案件，需要我扮作诱饵引黄曼蛇现身。这事透着邪性，我再去会会那邻居。今天早上，你真的亲眼看见老董的儿子了？我真的看见老董夫妇拿车推着他，我还特意打了一声招呼。不过当时天还没亮，老董急得满头大汗，随便应付了2句就匆匆走了，说是要早早赶着出城去。大早上天还没亮就急着出城，这件事一定有问题。好重的怨气！找死！这邪物没有实体，物理斩击根本无效，必须动用神道之力。城隍敕令：幽冥煞气，镇邪碎魂。阴蛇教果然是这帮邪祟在背后搞鬼。孽障，休得猖狂！李道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救虎儿！我去了你家，发现被有心之人动了手脚，就赶紧赶过来了。董叔，生死有命，你看清楚，他已经不是你的孩子了。那只是一只被你用邪阵招来的孤魂野鬼，强行鸠占鹊巢，附身在了阿武的一雀上。不可能的！我明明是按照那本古书上写的方法做的，那上面说只要用至亲精血就能唤回生魂，为何会招来这种怪物？执迷不悟！你这孽障，见了洒家还不乖乖跪下，找死！放开我！李施主，这脏东西力气倒是不小，交给你了。从这具躯壳上滚出来！还敢乱动？要不然，本官就让你神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想走，留下来吧！阿弥陀佛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李道长，阿虎，我的阿虎，他真的活不过来了吗？儿啊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啊！董叔，人死灯灭，轮回有序，他活不过来了。阴蛇教的邪术只会让你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为什么？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董叔、董婶，
你们已经为阿虎做的够多了，不要再被邪教蒙蔽。接下来，让我送他最后一程，安心上路吧。李道长，有劳了。董叔为了换你，在乡下设阵，却招来邪祟鸠占鹊巢。我用灵符将你的魂魄护住，带入此地，让你看他们最后一眼。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不孝！阴蛇教的残咒还敢作祟！城隍法相，镇邪！神霄雷法，住！我回不去了。若是放任不管，东湖的魂魄必定灰飞烟灭。既然如此，东湖，你虽遭邪教迫害，但魂魄未灭。今日本官便赐你一场神道造化，但受此敕封，从此尘缘断绝，你不再是凡人董虎。消耗香火3点，以城隍印发出敕令，敕封城隍府吏，天命昭彰。城隍敕令，今授尔职，幽冥无常，执掌勾魂铁锁，专司勾魂使事。阴曹无常使叩见城隍大人，可去文判官帐下听令。遵命。李道长，阿虎他刚才……董叔，邪祟已除，阿虎的魂魄被我用道门秘法护住。多谢李道长，多谢道长超度之恩。已经送入轮回，安心上路了。这也是他的造化，你们好好生活，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。李施主，好手段！洒家在外面都没感到半点阴气外泄，那怨魂就被你超度了。不过是些道门引魂的把戏罢了。老董没事吧？没事，阿虎的事我都解决了。这本邪术是你交给老董的，他一个普通人强行招魂只会引来怪物，若不是我赶到，他们全家都要殒命。很抱歉，我也不想事情发展成这样的。你既然给了他书，为何后来又要特意提醒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时不是我给董承太阴引魂术的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对，不是我，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我。另外一个你？对，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我，可那天晚上是另一个我。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，昨天发现书不见了，才回想起那一晚的事，只能赶紧提醒你。你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毛病的？这本邪术你又是从哪来的？不知道，我甚至没有来到临江城之前的记忆，只知道是你师父将我带到了这里，开了这家香烛店。或许他知道一些，他从来不说，我也没问。老头子，这事竟然还和师父扯上关系，师父到底隐瞒了多少秘密？你是另一个老白？当然，你可以叫我白河。白河，你为什么将邪术交给董叔？你确定不是在害他吗？我没害他，我只是给了他一个选择。我将所有后果都告诉他了，没有任何隐瞒。可你知道他几乎不可能成功的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我决定不了他的选择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觉得董承还会这么选。我问过董叔，他确实知道后果，但我不认同你的做法。我不会给人带来虚无缥缈的希望，所以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身上有些和他人不同的东西。至于为什么，有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，虚无缥缈的希望也足够珍贵。这本书就送给你了，说不定有一天它也能给你带来希望。下次有机会再和你聊天。方才那家伙又出现了。对，他将这本书交给了我。或许交给你才是最好的。那我先回道观了。李苍，那家伙是个什么人？他是一个疯子以及神棍。太阴引魂术、阴蛇教，这两者之间肯定有联系。还有老白体内那个叫白河的人，行事不可理喻，说出的每句话都带着极其强烈的蛊惑性和煽动性。换做知空和尚那种直肠子，怕是真会被他说服。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疯子和神棍。老头子到底还有多少东西瞒着我？下次见到师傅，必须问个清楚。这门秘术真正的用法是将死者魂魄引回肉身，并打下魂印操控。若肉身被毁，也能将其收进召魂幡内，充当鬼灵。不过，若是招来的魂魄太过强大，极易遭到反噬，甚至被鸠占鹊巢。
董叔运气算好，只招来一只孤魂野鬼。这邪术在凡人手里是催命符，但在我手里，用城隍印敕封的阴司小吏不好在人前召唤，倒是可以用这招魂幡遮掩。其干属阴，其面属阳，苍纹牵引。虽然材质一般，只能容纳普通邪灵，但也足够用了。接下来就差个猎物来练手了。这地方阴风阵阵，临江城内，怕是只有我敢大半夜来这里散步了。希望能抓个不错的苦力。谁？你是谁？大半夜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你又是谁？半夜3更来乱葬岗，莫非是想盗掘坟墓？小道士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有损阴德的事千万别干，被官府抓住，可是要发配去矿区当矿奴的。老人家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干这事儿？我只是迷路了，你又为何在此？废话，我老人家就是看守着乱葬岗的，我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？哼，好吧，那打扰了。这地方大半夜不安全，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出去，赶紧给我走人。好吧，多谢老人家指路，我这就走。老头，你这指甲太长了，要剪一下了。赤火符，去！想走？十方鬼灵，听我号令，收！再给我叫！道爷一张灵符，直接让你灰飞烟灭！这邪灵由乱葬岗无数尸气与怨气孕育而成，没有任何理智。若用太阴引魂术强行打下魂印，过程繁杂且极耗心神，日后还有反噬的风险。既然我有城隍大印在手，何必舍近求远，直接用神道法则将其洗脑收编。消耗香火3点，施展神通聚灵，以城隍印发出敕令，重塑阴神法身，册封城隍府印，天命昭彰城隍敕令，赐尔幽冥法身，洗去魂体怨念，今受尔之城隍府印勾魂使。卑职叩见城隍大人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叫幽鬼。这临江城内游荡的孤魂野鬼，以后皆由你负责拘拿。领命。放开我！不要过来！救命啊！擅闯九幽者，斩！敕令，城隍法相现世。何方神圣，敢管九幽的闲事？九幽，这世间早没了阴曹地府，你这不知哪儿来的孤魂野鬼，也敢妄称九幽？给我碎！万魂千刀斩！雕虫小技，消耗香火3点，使用神通定神术，城隍敕令，画地为牢定。区城隍，微末小神，你也敢斩我？送你上路！五品境界的尸煞。这家伙到底接触了什么要命的东西，才会惹来这种杀身之祸？好强悍的气息，远在那白眼魔君之上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突然传讯让全城戒备。我刚刚在城外跟一尊五品尸煞交了手，惊动了墓里更加强悍的东西，光是从气势来讲，几乎不弱于4尊，不逊色于4尊。2品。你确定感觉没错？我也希望先叫醒这小子问问吧。太阴引魂，遁入虚妄，以我神魂破开梦魇。去！这是哪儿？我得救了。得没得救还得看你到底在荒坟中干了什么。你最好老实交代清楚。大人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荒坟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个种地的。种地的？
种地需要随身带着旋风铲、这驴蹄子，还有这寻龙点穴的罗盘。老实交代，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其实就是为了发一横财，前些日子就和2个同伙盯上了城外的一座大墓，约好今夜动手。那墓里阴森森的，什么陪葬品都没有，只有供桌上放着这个箱子，我们就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可是箱子一打开，那东西就出现了。白虎冲阵，诛尽妖邪！破阵！破阵！你没事吧？看到什么了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那座大墓的主人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把旗子收好，立刻跟我走，原路送回那座大墓。若是去晚了，别说你，整个临江城都要跟着遭殃。大人们，就是这里了。在成为乱葬岗之前，这里其实叫卧虎山，后来地龙翻身，才变成了这副模样。这盗洞直通那座金属大墓的主墓室。你那2个同伙呢？死了！那怪物出现的瞬间就被砍了脑袋。干着损阴德的勾当，还想善终？他们恐怕早就成了这墓里的祭品了。少废话，前面带路。大人，这个箱子原本就是放在那里的。小心，角落里有东西。老王，耗子，你们妖孽受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箱子放回去！没事了。不要过来！东西我已经还回去了。何方邪祟，伏诛！头儿，我来救你。好恐怖的力量，连我的城隍煞气都在瞬间被压制。这绝不是普通的僵尸，这是跨越了品阶的绝对碾压。临江城隍，可来相助。这怪物的力量简直毫无破绽。此寮本是下葬的神灵尸体，不想却吸纳了这卧虎山的地脉煞气，重新诞生了微弱神智。这么说的话，这根本就是一尊真正的神灵，这要怎么对付？我从沉睡之中醒来，本来是想看看这世间是否还有故人，只是沿路所见，早已经和过往截然不同。群山中不再有珊瑚的影子，水中也不见河伯踪迹，只剩下一片死寂。看来神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。上古天庭被外敌攻破，导致天地间再也没有生灵能够长生。你不知道，你终究是继承了神道之人，就将我最后的灵韵给你吧。阴神进阶，临江城隍晋升4品阴神，可调动山水地煞，施展2品法相。从陆无神的记忆来看，他明显是经历过导致上古天庭崩溃的那场大战的。为何残魂苏醒后还要再守神明的踪迹？是因为这世间真的还可能有神明存在，还是像这尊旱魃一样，那些陨落神灵的遗骸都会以这种扭曲的方式重新苏醒？就让我来领教一下
这新生神灵的力量。他是真正抵达2品境界的神灵躯体，而我却只是凭借山水地煞显化的法相，力量差距还是太大了。消耗香火3点，施展神通丹山，可在1炷香之内获得丹山之力。陆无神能保留自身意识，那么这具神灵残躯内会不会也沉睡着故去神灵的意识？赌一把！消耗功勋12，传承神通驾梦，消耗3点香火，可在1炷香内编织或强行侵入目标识海梦境。找到了，这就是那位上古正神的真灵。消耗功勋12，传承渡人经。人道渺渺，仙道茫茫，鬼道乐西，当人生门，仙道贵生，鬼道贵终。 8000年了，没想到唤醒无知真灵的，竟是一位新晋的城隍。你恢复神智了？看来天庭终究是崩溃了，没能扛住黑暗大劫。我也本该就此死去，归于尘土，不该醒来疑惑后世。这具遗腿早已腐朽，这些地脉杀气留之无用，便赠给你。等一等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。上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庭那么多正神，为何一夕陨落？那些敌人来自于哪儿？不要让过往之事成为你的束缚。在你抵达一定境界之前，知道的越多，越会感到畏惧，不敢前行。须知世间生灵本就是在坎坷中挣扎前行的，你只要一步步向上便好。去吧，这处灵寝要塌了。不好！给我破！好险，差点就栽在里面了。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，吸纳了陆卫神的灵韵和尸煞8000年来集聚的阴寒煞气，不仅阴神进阶到了4品，就连识海中的那片小阴间也发生了质的蜕变。城隍印玺跟这方阴间彻底连接在了一起，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关键的蜕变。有一段时间不能调用城隍法相了。我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与过往神灵完全不同的路。这片阴间继续扩张下去，或许终有一天能像上古地府一样，建起幽都18层地狱，囊括整个王者世界。到底是福是祸？正像神灵消散前说的那样，想的太多，只会让自己踌躇不前。反正目前来看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先不管了，还是先把头送回衙门休养要紧。你这小家伙，原来也还活着吗？反正我一个人在道观也无聊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吧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叫凌霄。智空大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李施主，你听说过药君庙吗？听说这药君庙给人免费看病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施主，你信吗？通常我觉得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最近洒家暗中观察发现，这药君庙极其诡异，许多人确实在那里看好了病，可他们的身体底子却变得更差了。你能理解洒家的意思吗？治好了病，身体却更差了。对，那些人变得极其容易生病，一得病就必须去药君庙求药，这样形成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循环。如此一来，城中百姓对这药君庙变得极度依赖，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。治标不治本，甚至暗中吸取百姓的生机来形成依赖，这手段，你这么一说，这药君庙确实邪门。既然遇见了，洒家肯定要管。洒家现在有个忙想让你帮一下。什么忙？帮我找一块药君牌回来。据说这牌子佩戴在身上，能消除百病，滋养精神，十分玄妙。不过这玩意儿极难弄到，必须向药君庙捐赠1000两香油钱，且必须是城里有头有脸的人才能求到。唉，洒家这模样去太扎眼了，只能靠你了。有头有脸，我倒真认识一个合适的人选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就回。宋家主，贫道这次上门是有事相求，
你可知那药君牌能否帮我弄一块来？这李道长，实不相瞒，不久前我通过一位老友，花费3000两银子，暗中买了一块药君牌回来，给我母亲佩戴了。宋家主不必觉得难为情，不知令堂佩戴后可有什么效果？说来倒也着实有几分神意。我母亲膝盖常年疼痛，药食无用，可佩戴这药君牌后，不仅疼痛大减，能正常走路，连精神都好了许多。真有这么神奇？还是说透支了什么东西？宋家主，能否将药君牌拿来给我一观？道长稍等，我母亲去药君庙上香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不知道掌上门，老身失礼了。老夫人客气了。听宋家主说，您刚从药君庙回来。对，我每天都要去拜谢青娘药君，只要有药君保佑，我就能无病无灾。青娘药君显慈悲，从此病灾离无甚，药君赐福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治病救人的法器，这是在极其恶毒的抽取活人的寿元。这药君庙到底供奉的是什么邪神？好深的心思！众法寺覆灭，药君庙立刻取而代之。这是在借我们镇魔司的刀，给他们自己铺路。这帮邪教妖人简直胆大包天！头儿，这药君庙能堂而皇之的在临江城市集旁建庙，背后必定有官府的默许。我听说批地的公文是临江城主安景康亲自下的。安景康那老匹夫贪财好色，庸碌无为。最近小道消息说，他一直在暗中寻找壮阳偏方，还时常与那些供奉药君庙的富商出入春花楼，十有八九是被药君庙给蛊惑，甚至收买了。既然牵扯到地方主官，这水就深了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们可以先按兵不动，暗中将此事上报江南镇魔司总衙，请顾指挥官调派援兵，务求将这药君庙一网打尽。说得对，我立刻传讯上报总衙。那人病入膏肓，要撑不住了。目前病期延期还没有收集完成，要是他死了，我们就要重新挑选大计的人选了。不，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。干脆先将神像内积攒的病气烟气收集起来，保住那人不死。之后等另外一半收集完成，我们再举行仪式。也行，反正只要吊着他的命就行。那就施法吧。那人已经被我续住了命，只要再过几天，等病气烟气收集完毕，就能直接进行仪式了。坛主手段果然厉害，如今看来，镇魔司对我们是一点察觉都没有。只要等大计结束，我们直接离开，等镇魔司反应过来也没用了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大计之日，便是这临江城化为炼狱之时。头儿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不乔装不行，城主安景康那老匹夫彻底倒向了药君庙。现在城里全是他的眼线，我若穿着官服大摇大摆的出来，必定会打草惊蛇。头儿亲自跑一趟，可是顾指挥使那边有消息了，江南总衙派来的一位按察使大人，已经秘密抵达了临江城。总衙按察使4品武夫，不错。顾指挥使已经正式下达命令，彻查药君庙，若遇抵抗，一律诛灭。现在城里眼线太多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出其不意的将药君庙一网打尽。那位大人暂时不会现身，今晚他会在城外废弃驿站见你和智空和尚。今晚机灵点，我得赶紧回县衙稳住安景坑那个老东西，配合按察使大人的清场行动。好重的杀气，哪怕没有刻意释放，这股威压也远超头儿。这就是4品武夫的实力吗？龙象寺外门弟子智空，见过按察使大人。镇魔司捕快李苍，见过大人。关于药君庙的线索，多谢二位。若非你们，镇魔司可能至今还被蒙在鼓里。江大人，这药君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药君庙供奉的青囊药君，
不过是个伪神，其背后的真正主使是腐生教。信仰符文鬼君的腐生教，那群四处散播死亡和瘟疫的疯子。正是，他们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，暗中收集百姓的病气。一旦病气收集足够，他们就会举行献祭仪式，孕育出极其可怕的瘟疫。届时，整个临江城都将沦为死城。城主安景康已沦为邪教走狗。今夜子时，本官会亲自去县衙清场，斩断他们的官方保护伞。你们二人的任务是指导黄龙，主攻药君庙。义不容辞。不过，卑职需要一些能快速补充灵气的丹药作为战备。可以。这是一瓶之灵丹，共10粒，足以让你的气感大增。那洒家需要10颗下等灵石。事成之后，我会派人送去县衙。今夜子时准时动手。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乱了，连腐生教这种过街老鼠都敢堂而皇之的在城里建庙了。所以今晚注定是个流血的夜。两位兄弟，在下是外乡人，天黑迷了路，不知临江城怎么走。你确定要向我们问路？莫非兄台也不认识路？临江城的路不好走，洒家给你指一条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路。好霸道的威压！赤火符，赤。这邪灵运气挺好，还能遇见咱们给他超度。李施主，洒家先去药君庙外围盯着，子时会合。好，我回道观取些家伙时，随后就到。现在不能催动城隍法相，只能依靠4品阴神驾驭煞气，再加上道门6品和武夫6品的手段御敌了。师爷，等下去药君庙拿了药，咱们就直接去春花楼快活快活。大人英明，小人这就给您开门。你是谁？安景康好歹也是一城父母官，这位按察使大人杀起来，简直就跟踩死蚂蚁一样，毫不犹豫。安景康已死，你迅速将他的余党控制住，不听话的就杀了，然后将县衙的人汇聚起来，在药君庙附近潜藏，等候本官的信号。卑职遵命。这位按察使大人，当真恐怖。这药君庙今晚关门太早了，我感觉赵云峰可能今晚就要举行仪式了。幸好有一位4品武夫正在赶过来，要不然就凭我们2个直接杀进去，只怕就是给他们送菜。等下看看江大人怎么说吧。不能再拖，先按原计划进行。本官进去刺杀赵云峰，最后就算是强攻，今夜也必须将药君庙拿下。大人小心！复读生花，万玉如春。真想把这些病气直接吞噬吸收啊！可惜坛主就在暗处，若我敢独吞，必死无疑。什么人？镇魔司，你
想到还是被你们这帮苍蝇闻到了味道。尝尝这个。找死！这怪物生命力太顽强，加上暗中偷袭，麻烦了。和尚，情况不对劲，江大人可能被困住了。郑和洒家心意。是。小心，这黑雾有致幻毒性。没事，我倒要看看他这黑雾有多少。杀了这些亵渎神灵的异端！找死！去死吧！你已经全力以赴，无法回头了，退无可退，便以烈火焚尽邪魔。重名余光武，这一击便是天道裁决。江大人那边，这怪物的力量远超想象。就是你屡次坏我好事。小子，给我去死！圣符，是。道门6品炼气时，兼修6品武夫体魄，不伦不类。4品境界的手段，岂是你这6品蝼蚁能抵挡的？急急如律令。这不可能！你一个区6品炼气师，怎么会有3品灵符？没想到以城隍印玺调动小阴间的黄泉寒气，生成的灵符如此好用，回头得多弄几张。找死！李苍，我要杀了你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杀我！问过江暗查使没有？该死！赵云峰这废物居然败得这么快！
这家伙终于死了。这次多谢了。我只是给江岸茶室争取一些机会而已，不足挂齿。大人，前院的2名药师已被至空大师超度，所有狂热信徒均已镇压。这家伙生命力竟然比5品境界的沈松还要恐怖，装神弄鬼。瘟疫珠，就是这东西将赵云峰变成了不死怪物。这尸体和珠子上沾染着极重的病气眼气，若是不处理，必定会滋生异病。今晚药君庙的人应该已经开始做仪式准备了。这颗瘟疫珠就是他们收集的病气凝聚而成。那真是巧了，就差那么1天。要是真让这帮邪教妖人成了，临江城可就变成绝望的瘟疫之地了。大新闻，快去县衙看热闹！城里的百姓把县衙给彻底包围了，要他们给个说法。真的假的？衙门竟然贴告示说药君庙是邪教，还说县老爷勾结邪教死了，简直是血口喷人！就是药君庙明明免费给我们看病，衙门这是不给我们活路。走，去讨个公道！嘿嘿，看来今天有乐子看了。不知道张雄那莽夫会怎么应付这帮疯子？你这和尚就不能盼人家好点儿？走，洒家去凑凑热闹，这大场面可不能错过。诸位乡亲，药君庙治好了我儿子的病，他们是活菩萨，衙门草菅人命，污蔑神灵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！给个交代！给个交代！张雄看样子要当缩头乌龟了。不会的，一头的经验躲起来只会让人觉得心虚。是至空大师，大师救命！你们莫要信了那药君庙的鬼话，那邪庙专门吸收你们的气血。别看他们会给你们治病，实际在害你们。你们自己看看彼此的脸色。好像确实是这样。我最近搬东西都感觉浑身无力，难道我们真被骗了？诸位，我张雄在灵皇城干了这么多年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难道你们不信我，要去信一个害你们性命的邪庙？都散了吧，之后我会发布详细公告。镇魔司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稳定，遇到妖言惑众者、扰乱治安者，皆可杀。你要狠不下心，就坐不住这镇守使的位置。卑职明白了。昨晚那名被斩杀的5品邪修名叫沈松，他几个月前才搬来临江城，深居简出。这是众法司相克的名单，沈松的名字赫然在列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这沈松就是幕后黑手。他用了手段蛊惑众法司的普能和尚，让他变成了怪物。还有昨天被杀的甘风，当时甘风的小儿子患了怪病，是药君庙治好的。怪病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宋胡被传的癔症那件事，一开始宋胡才是沈松的目标，他们想治好宋胡所谓的癔症，打出名声。只是因为我们的干预失败了，后来沈松才借普能和尚的手报复，一切都串联起来了。药君庙的人昨晚已被铲除干净，如今镇魔司总衙人手紧缺，本官就不逗留了。祝江岸茶室一路顺风。没想到这支灵丹丹的药效竟然这么强，照这个速度，我很快就能突破5品炼气师的瓶颈了。老董，我想着今天不摆面摊儿，去拜祭一下小虎。
下这么大的雨，去干嘛？我就想去看看，何况这雨说不定一会儿就停了呢。那你去吧，我再等等。如果天色好点，我再去摆摊儿。嘿嘿，这可是特意给你弄的鱼干，好吃吧？我跟你说，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猫，就得喝酒。大师，你别把凌霄教坏了。怎么可能？李施主，今天过来是向你辞别的。临江城的邪教妖人已除，洒家也要去别的地方游历了。我就知道你这和尚待不住，走吧。临走前去酒楼请你吃一顿，算是送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可得再狠狠吃你一顿。李道长，你快去看看当家的。董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昨晚不知道怎么的，开始发高烧，怎么也退不了，现在还胡言乱语起来，不断的说自己看见了小虎，说小虎来接他了。走，我现在去看看。小虎，我看见你了，你不要走。真的发高烧了，董事，最近董叔不舒服吗？对，这几天董成整天肚子不舒服，上吐下泻的，我们也没在意，以为是肠胃不好，随便抓了一些草药回来，没想到昨晚就开始发高烧。我对这黄气之术并不擅长，得用神道手段探一探底。消耗3点香火，开启神通破妄法眼，可勘破一切虚妄邪祟。这是瘟疫病气。急急如律令，破！董事，董叔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了，你等下再去药店抓一些温补药材就行。李道长，这可万万使不得，你帮我们已经够多了。现在我也不差这点钱，你就拿去给董叔抓药。李道长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夫妇一辈子都不会忘的。没事，你先去抓药吧，我们先在这里看着董叔。李苍，董成的病不正常吗？对，董叔这病是由一股瘟疫病气引起的，他可能感染了瘟疫。瘟疫？怎么可能？药君庙的人不是被我们杀干净了吗？怎么还有漏网之鱼？而且我们刚将药君庙给灭了，这转眼就在临江城传播瘟疫，这么嚣张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董叔身上这瘟疫病气从哪里沾染的？李苍在里面吗？头儿来了，看来真是出事了。我们在隔壁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李苍，总算找到你了，城内出大事了。头儿，难道是有瘟疫爆发了？你小子怎么知道的？董叔刚刚也感染了瘟疫病气，被我用符箓驱散了。头儿，城里现在什么情况？今天临江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许多百姓发高烧，变得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粗略统计，只怕有1000多名。这么多，只有破邪符才能破除了病人身上的病气。可我现在身上也就20多张破邪符，这么多人，我根本救不过来。要是没有将瘟疫的源头解决，感染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这还只是粗略统计，一旦蔓延开来，整个临江城都要变死城。看来真是瘟疫爆发了。可药君庙都被我们灭了，
为何还会爆发瘟疫？难道是巧合？这瘟疫是天然形成的？暂时不知道，但我直觉更偏向人祸。短时间这么多人传染，一定有传染源。水源，头儿，我们必须立刻排查附近的水井。走，去查。不是水源，不是水源，那会是什么？假设是人祸形成的瘟疫，很大概率和药君庙有关，毕竟他们是专门制作瘟疫的。不用水源，应该是怕瘟疫之气被稀释，反而没有达到对方想要的预期。头儿，你之前不是调查过城内有什么人和药君庙联系紧密吗？那份名单上会不会有线索？对，不过那名单我没当回事，随手放在府衙了。你们两个先回董城家里等候，看护好病人。我现在就去拿名单。拿来了。李苍，你来看看，这些人都是临江城有名有姓的权贵，都曾经给药君庙捐过钱。魏南石，他怎么还活着？魏南石，我记得他当时很配合，将药君牌交了出来。你为什么说他还会活着？头儿，这魏南石患有心疾，他曾经来过我们玄冥道观，当时我师父玄疯子给他把过脉，断言他活不过2月，而现在超过2月了，何况他还和药君庙有过勾结，这家伙一定不对劲。活不过2月，现在却还活得好好的，那么就是辅生教对他用了什么邪术。哈，之前魏家在市集施八宝粥，好像不少人去喝了。施粥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好像是3天前，那天我在街上巡逻，正好遇见了。董叔也是3天前开始上吐下泻的，我立刻去查，看看感染瘟疫的人是不是都喝过魏家施的八宝粥。这事儿若不快点查清，临江城就全完了。董婶，董叔之前是不是喝过魏家施的八宝粥？李道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先别管，你也喝了那八宝粥吗？没有，那天小雨，我回乡下拜祭小虎了。董成他留在家里，想着省一顿饭钱，就去排队喝了一碗。看来真是那八宝粥的问题。李苍，你猜的没错，那些感染瘟疫的人全部都喝过魏家的八宝粥，一定是那魏南石在捣鬼。头儿，果然是他。我今天出门没带多少符咒，如果真是魏南石在捣鬼，只怕要有一番大战。头儿，我先回道观取东西，你带兄弟们先去魏家附近布控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等我到了再说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这雨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头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已经让兄弟们将魏府附近的居民百姓都给驱散了。听他们说，魏家这2天大门紧闭，根本没看到有人出现过，很神秘。江景瑶已经回了郡城，这次只能靠我们了。头儿，魏府里面的气机不对劲，我感觉有大恐怖，你需要立刻帮我去办一件事，真的把我逼脸扑倒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李苍，和尚，你们一定要撑到我回来。李苍，那魏府的气机确实不对劲，应该就是魏南石在举行辅生教的某种仪式，特意借助八宝粥将瘟疫病气散播。再等一下，看看头能不能及时赶回来。幻觉，这是精神污染。破！和尚，我们没得选了，等不到头了，杀进去吧。好，让洒家一棍敲死那狗杂种！冲！
道长，好久不见。我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。那还不是拜你所赐。要不是你配合镇魔司将药君庙消灭，我早就完成这剩下一半的仪式了。一半仪式？原来你也是逼不得已，不将剩下的仪式完成，你就要死了。所以你也没得选。你猜的没错。沈松告诉我，只要信奉圣教，我不仅能活下去，还能拥有令人恐惧绝望的力量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人吗？我是人是鬼都不重要，只要活着就行。我让你活了吗？问过本官没有？杀了他们！不，伏魔狮子奋阵！赤火符阵！生者为药，死者为义，药者为辅。一起如律令！给我死！不好，和尚小心！李苍，我要以你的血肉为药，来助我重获新生。成名折光！没有用了。有鬼！使令！该死！李苍，你们再也阻止不了我进行仪式。到时候我要让整座临江城化为一片死地，所有人都要感染瘟疫，成为我的人药。我说过会用你的命完成我的重生。李苍，我这次看还有谁会来救你！李苍，接住！
滚开！白虎属煞，这片白虎旗作为神灵遗物，在那墓穴中供奉了8000年，受煞气洗炼，早已经开始向法器蜕变。如果能唤醒其中的白虎煞，或许能对付这渭南石。悠悠黄泉路苍茫，一线残念天地间。今有妖魔邪祟为祸天地，请白虎星降临。我怎么好像听见了战马冲锋的声音？我听到了震天的喊杀声，莫非是雨太大了？我听错了。借白虎星君杀伐之力，助我斩妖！不，万域狂乱！结束了。好痛，真是好险！要是头再晚几秒送来白虎旗，只怕我要成为渭南石的补药了。凌香，帮我把桌面那玉瓶拿过来。这下又要受罪了。李苍，你醒了，快看看和尚，城里的医师全都没用，他的伤口不断恶化，只怕要撑不住了。他扶到床上，行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头儿，我昏迷这3天，外面情况如何？你昏迷后，我亲眼看见那位铁甲墓主极其缓慢地走向你，将白虎旗收了起来。紧接着我一眨眼，他就直接消失了，找不到任何踪影。也好，他没计较我们这次的冒犯。可是那些中了瘟疫病气的1000多名百姓，我已经集中在城外的一处庄子，城内的医师根本治不好那瘟疫，已经有一些人没撑住去世了。我已经派人去镇魔司总衙求援，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撑到援军过来。头儿无妨，我有个方法，尽管不能将这些感染瘟疫的百姓治好，拖延一会儿还是能够做到的。什么方法？宋湖那里有一张我画的破邪符，你先去找他拿来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日后我会再补给他。你拿到破邪符后，将其极其均匀地浸泡在净水之中，再让病人服下符水，压制一下瘟疫，绝对没问题。我替临江城的百姓谢过你的大恩大德。头儿，赶紧去找宋湖吧，早去一会儿，可能死的人就少几个。好。你的身体情况似乎不是很好。受了一点伤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是吗？临江城最近似乎有很多人染了病，和这事儿有关吗？有一些关联。对了，如果另外一个你出现了，替我和他说一声谢谢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吧。